AH-64E 很少會自己跌下來。我的推測，它遇到了肩射飛彈。這種單兵肩射的防空飛彈只有3公里的射程而已，非常的短。已經有超過30架美軍的飛機被擊落，其中大部分是MQ-9。川普連續2天打電話給尼坦雅胡，代表他 very care， 他很在意這件事情。你不要再打了，我們好不容易要停止了，我已經在國內滿頭包了。我對這場戰爭，他只差沒有自己講出來說，我現在急着要慶祝我自己的生日，好嗎？3個火線話題，趕快來請我們的來賓，等一下來幫我們做一個解答。這一波的美伊戰事，我們看到伊朗的方面又在發動了強烈的攻勢，一口氣發射了30枚的彈道飛彈，甚至傳出他還鎖定了這個是核設施哦。这個是迪莫納核設施，這是戰術報復嗎？還是對以色列跟美國發出我仍具備全面打擊能力的一個戰略宣示？第二件事情是，除了伊朗攻擊美國跟以色列之外，現在還加入了胡塞組織，真主黨有沒有可能同步出手？還在全線的做觀察。現在整體的戰線在針對於以色列的部分，已經從北部延伸到南部，全面鋪開，多方面的飽和攻擊之下，以色列引以為傲的鐵穹防空系統還撐得住嗎？第二件事情是這個，第三件我們來看到是川普打電話給納坦雅胡，焦急着說別再打了啊，不要再激怒伊朗了。表面上他促成了停火，但是雙方留下再打就反擊的一個伏筆，這是暫時性的按捺住他嗎？還是只是在為下一輪更大的衝突來進行準備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中東戰火這一次，我們看到沒有和緩下來，幾乎還是準備全面開打的狀態。伊朗跟以色列在4月停火之後，正式的正面交手，已經從有限的報復，現在我們看到整體戰場往多點互轟來前行了。導火線是以色列率先空襲了黎巴嫩的南部地區，隨後我們看到伊朗立刻展開了報復，向以色列發射了至少10枚的飛彈。結果呢，以色列又在報復，這一次是對伊朗的西部、中部軍事目標做空襲，也打擊它的南部地區的一座石化設施。伊朗的攻勢還不僅僅如此而已，我們看到革命衛隊立刻是展開了大規模的攻勢來做大反攻。從6月7號開始，伊朗對以色列發動了30枚彈道飛彈，打擊範圍涵蓋了以色列的北部、中部、南部，包括了耶路撒冷的上空，都傳出了各式的爆炸聲響。我們看到這個飛彈擊落的方向跟位置，包括了在以色列的北部，還有在約旦河的部分，南部的沙漠地區，還有多座的空軍基地。重點來了，今天特別關注到的是在以色列的這個迪莫納的這個核設施哦，因為呢，迪莫納核子研究中心是以色列它目前為止最重要的核子研究中心所在地，所以呢，看起來似乎也是在威脅以色列。另一方面，現在更關鍵的是，伊朗除了自己去打這一場戰爭之外，是不是背後還有其他的援助？包括2個組織，第一個就是胡塞組織也加入在戰場了。胡塞組織最新祭出了包括對以色列發射飛彈，還說接下來會持續的來封鎖，大力道的封鎖紅海。另外一個就是黎巴嫩的真主黨，如果再加入的話，等於說我們看到以色列面臨的3線壓力。首先，北線是來自於黎巴嫩的攻擊，再來東線有伊朗的飛彈攻勢，南線等於是有胡塞組織跟紅海也都被阻斷了。這一波攻勢，伊朗對以色列發動了30枚彈道飛彈，涵蓋了以色列的全境，還包括了這個迪莫納也遭鎖定。怎麼看這一波非常強烈力道的攻擊？艦長。首先，我覺得這一次伊朗一次打30枚哦，他在傳遞一個訊號，就是我有足夠的能力回答你，你別以為我沒有力氣了。這個弱的國家哦，如果說被人家打得不敢講話，那強的國家更是打你。你要就像打架一樣，那個小個我今天小個子，你很強壯，你知道我怎麼跟你打架哦？我就會表現出那種我不顧一切，我不怕死，我要跟你拼命的樣子，你就會怕我。如果說啊，對不起啊，我求饒，那對不起，你就只有挨打的份。這是一個，這是中東大概伊朗最表現出來。那你說伊朗到底他有沒有能力繼續打下去呢？他當然有，因為他是弱國的想法，就是我跟你撐到很久。他也知道這場戰爭他一定要撐下去，撐下去他就有不敗的機會。那目前看起來，他這個戰略目標是達到了，但是你說他會去拼嗎？最近我看到很多這個伊朗的人民啊。
尤其這個媒體喜歡去訪問一些伊朗的一個很漂亮的一個這個家庭主婦女生啊，我們一定要拼到底。這個是一個叫做戰爭的時候社會上的激情哦，很容易就是撩撥起來，就是我表現得很激情，大家就抱你。誰敢在媒體訪問說，對我認為不應該打，我認為我們應該跟他談判，很少人敢這樣講。但是問題是，不是那個家庭主婦在做決策，誰在做決策？以伊朗來講，是伊朗的高層。我今天如果在伊朗高層，我第一目標是要活下去，知道吧？我第一個目標是要活下去。活下去，表面上是國家要活下去，其實是我們這些政府要活下去。再說政府要活下去，是我們這些高官要活下去。再說我們這些高官活下去，其實你知道這些高官的小孩子可能都在歐美留學，哪來的錢呢？你們把他們通通叫回來嗎？所以他們當然是希望說不要打下去，這是伊朗的一個政策。那現在所有人都說这種變數很多。其實我覺得我很少看一個戰爭像中東這個戰爭像這一次這麼明確的。我說明確是什麼東西啊？這個戰爭美伊是兩個在打的嘛，伊朗他絕對不想打。我剛剛跟你講的那個人民的話不能聽的，你要聽那個高層的想什麼。那美國呢是川普。今天你只要站在川普的立場去講，今天如果美國不是川普這樣的人，像那個拜登以前，我不敢講，因為後面是一群人在那開會討論。但是你有沒有想過，川普這個人會聽誰的？他誰也不聽啊。他說今天打就是打，他說停就是停。所以當一個決策是在一個就像川普這樣的獨裁的時候，你只要跳到他的立場去想。我為川普想了很久，我想不出一點支持他打下去的理由。他一定要停戰，但是現在為什麼停到現在還這麼麻煩呢？就是因為以色列，以色列是一個大變數。除了以色列之外，中東的地方的戰爭的停哦，不管什麼時候誰跟你講說停，它都是一個很脆弱的。為什麼？好比我這樣舉個例子，南韓、北韓現在打起來了，當雙方說停，基本上這就停了，因為那是一個國家的叫做體制內的軍隊。一個命令決策停就停。中東那裡呢，真主黨、胡塞組織、哈馬斯，你叫他停他會停啊。昨天好比說我是哈馬斯人，昨天我的家人結果一個炸彈還炸死了。我今天扛了一個火箭彈，我就可能衝到這個特拉維夫，包了一個炸彈，我給他去炸死。就他那個不是一個正規軍，所以你要想他完全停，真的是有困難的。尤其以色列這麼強勢，又有這麼多的在那裡產生這麼多仇恨。所以你知道真正的困難在他想完全的平靜不太容易，而且以色列一直逮到了這個借口。你看他又打我，對，哇，所以我就要打他。那以色列是真的不想收手，因為他不能夠後退，他後退他會倒大霉。因為伊朗如果在這一次讓人家覺得他勝了，然後美國撤了，然後整個伊斯蘭國家才發覺，哇，美國也有這個打不動的時候。那不就是我們消滅以色列的機會嗎？所以我可以告訴你，以色列不敢停。但是以色列的納塔雅胡可不可能改變川普？大家去想，如果他能夠改變川普，這場戰爭可能會擴大。如果川普這個人根本不管你誰都改變不了他，這場戰爭一定會慢慢收斂。但是全部停戰，幾率也不大。好，所以現在這一場戰事看起來不想停也不願意停的以色列還會繼續的打下去。那除了說伊朗跟以色列大家互轟之外，剛剛我們也提到了嘛，現在以色列的威脅包括來自於東線的伊朗，那南線還有現在確定已經加入的也門胡塞組織，再來就是黎巴嫩真主黨，如果再加入的話，等於以色列的北線也被包圍了，3線包圍，那釋放什麼樣的訊號？那以色列的鐵穹會不會再一次的撐不住？上志哥又怎麼看？首先呢，這個又興起這個戰火是在6月7號、6月8號，在我們錄影的今天6月9號的稍早，以色列已經宣布停火了啊。那以色列是他們的這個中央司令部表達說，這是他們宣布的停火是一個痛苦。他覺得對於以色列來說，以色列已經遭遇到痛苦的回應，所以呢，現階段的部分他暫停。所以這是一個非常突然的部分哦。所以然後川普也立刻在今天6月9號大概中午左右，就是快深夜的時候，他的 X 當中也表達說，以色列、伊朗正在尋求停火。那麼他提到說，最終的這場談判的結果，他一定會完成，但是這中間一定難免會有一些無知跟愚蠢的阻礙。所以這裡頭看得出來哦，但是有點讓大家意外。
那這也是某方面來講，就是說在對於今天亞洲地區的股市的影響發現就突然停火了哈。就表示說，以色列基本上雖然前面打了2天，它基本上它是個報復行為。我們知道以色列在這一次的戰爭當中，基本上謹守的一個立場，除了在這個荷姆茲海峽相關，它會有一些主動性的攻擊。那麼主要也是為了荷姆茲的這種防禦性的攻擊。除此之外呢，跟以色列之間的這個部分的戰火，基本上都是以色列先打或美國先打之後，他才回應。在這次其實也是哦。所以首先我們在這次突然6月9號的稍早宣布這個就戛然停火，這個是伊朗哦。所以首先我們就可以理解到，果然這一場跟美國的談判還是在繼續推進當中。如果沒有推進，大家就撕逼了，就撕開了，就已經打下去了。所以這裡頭有2個非常重要的訊息。首先，第一個很清楚的，就如同剛剛機長所提到的部分，伊朗基本上是無意再繼續升高戰爭。我們從他突然喊停火是可以了解。第二個部分是這裡頭其實要特別注意，在這個無論談判來講，或過去大家全世界關注的這場戰爭，主要是美國跟伊朗作為這個主體性。好，這個主體性雙方沒有再繼續的這個開火，這個有重火在打，但是現在回到原先在波灣當中的真正的真實的主體，就以色列跟伊朗。對，那以色列跟伊朗本身來講，它不見得有能力蔓延到整個波灣跟周邊，因為如果是以色列跟伊朗打的時候，很可能其實包括沙特、包括阿聯酋等等，就不會站在以色列這邊。這跟美國跟伊朗在打的時候，中東波灣很多國家跟美國，所以這個整個戰爭規模是不太一樣的。所以呢，當然現在以色列宣布暫停停火，是為了跟美國的談判能夠順利再推進。然而，你覺得以色列能夠真的就不繼續再打伊朗嗎？不繼續去干擾或終止這場在推進的這場談判嗎？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呢，其實川普在剛剛我們電視牆上看到，他其實已經在整個一開火，以色列跟伊朗打的過程裡頭，他不斷的要求以色列要克制，以色列要停火。所以這裡頭可以看到，以色列作為一個干預、干擾現在這個具體談判過程，這是川普非常想要的，美國非常想要的，甚至應該是伊朗想要。可是看起來以色列沒有要輕易的罷休，而且從內塔尼亞胡在前1個禮拜的談話當中，他其實都是充滿了戰力。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因為以色列的議會先前才剛剛通過這個絕對性的這個部分，基本上是否決了內塔尼亞胡當中的很多先前的一些備戰的準備。所以事實上，以色列內部的民眾究竟是跟內塔尼亞胡站在一起，也是要打伊朗，還是這個真的以色列內部，大家也開始希望能夠有一個停火的可能性。所以看起來現在停火本身，以色列內部也好，伊朗本身也好，美國的意願也好，達成談判，現在看起來應該就是中東乃至全世界，包括資本市場，大家共同的期待了。好，所以這關鍵點是這個納坦雅胡至今還是不想要停戰。那川普急了，這時候打了2通電話給納坦雅胡，那是不是也希望說能夠立刻的停火？這是一個最新消息。另外一個最新消息是我們剛剛收到的是美國的阿帕契在這個荷姆茲海峽墜落了，到底發生什麼事情？目前細節還沒有出來，但是這個是這個中東戰事爆發之後首次阿帕契掉落下來。那請華幹哥來看，如果艦長等下要補充，也幫我們補充一下。好 ，AH-64E 啊，像這樣子的系統很少會自己跌下來，但只有2種可能，一個可能就是後勤，什麼後勤呢？就是因為 AH-64它是武裝攻擊直升機，那大家要知道，直升機在沙漠地帶的環境裡面，可是美軍在這方面已經非常非常有經驗了。從2次波灣戰爭的結果，他們對怎麼樣預防沙塵暴以及飛機出勤之後的維修，其實老實講一句，美軍在這方面是全世界最有經驗的。可是現在你航行的地方是非常敏感的，叫荷姆茲海峽的上空，為什麼？因為大家常看到說，哎呀，美國又攔下了伊朗籍的油輪或是貨輪了，打中機艙，用什麼？用地獄火飛彈。你對一個民用船用地獄火飛彈，這種東西是誰在幹的？就是阿帕契直升機在幹的。那所以說，他在海峽上空的這個勤務是非常吃重的。那今天突然掉了一架飛機，它從整個海峽上空掉下來，
你會認為是他機件故障嗎？是因為他遇到了沙塵暴嗎？我的推測，他遇到了肩射飛彈，也就是單兵操作的肩射飛彈。這一種武器在我們上次 F-15被擊落的那件事情裡面，我們就已經提到過了。為什麼？因為你飛太低了。那因為这種單兵肩射的防空飛彈只有3公里的射程而已，非常的短，那代表說你飛得非常低。那武裝攻擊直升機 AH-64E 阿帕奇就有这種特性，它专门是低空盘旋的，但是它不是专門挨打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知道这种先进的直升機，我们中华民国也有，當它被飛彈鎖定的時候，它會警告的。它會 alarm 的，它會告訴你說你已經被鎖定了。它跟先進的戰鬥機沒有兩樣，但它仍然被擊落。我現在判斷它被擊落，而不是意外。美軍中央司令部單到現在是沒有講它的那個結果，但我認為它是被伊朗的革命衛隊的在當地的防衛的武力給擊落的。如果連這種攻擊直升機都這麼容易被擊落的話，那你接下來美軍就會被擊落更多。為什麼？大家知道已經有超過30架美軍的飛機被擊落，其中大部分是 MQ-9，也就是 Reaper。它 MQ-9這種就是死神無人機啊。老實講一句，他們在波灣用的是最多的。可是這種無人機不是自殺無人機，很貴的。對，一架要多少錢？一架要2000萬美金，已經掉30架了。川普7號打給尼坦雅胡，8號再打給尼坦雅胡。你認為川普是很耐煩嗎？他很不耐煩的。為什麼？你看，你又打他了，你又打伊朗了。我是總理啊，我請你先不要打，我們已經有進展了。結果你連續2天都打他，你讓我很難做人嘛。不是嗎？所以可以讓叫得動川普連續2天打電話給尼坦雅胡，這代表什麼？代表他 very care， 他很在意這件事情。你不要再打了，我們好不容易要停止了。為什麼？我已經在國內滿頭包了，好不好？我對這場戰爭，他只差沒有自己講出來說，我現在急着要慶祝我自己的生日，好嗎？6月14號快到了，那才是我現在的重頭戲。為什麼不可以讓我親近一點呢？你認為他真的是就是說他真的在支持以色列繼續打嗎？我跟你講，川普是非常自私的。他現在一心一意準備他自己的生日，還有美國國慶，他的腦筋的精力全部放在那上面了。所以希望伊朗跟以色列之間不要節外生枝了。好，我們最後1分鐘，我們請艦長幫我們補充一下，因為這個戰鬥機你看他的戰鬥機飛行員墜落時他都會彈跳出來，對。直升機為什麼不彈跳？當然不能彈，它上面有個旋翼，彈起來當好戰頭，所以它不能彈跳。那他如果能夠降下來，他卻不死，2個人都沒有死他不是傷得很重。如果他是導彈打的，通常他會爆炸會死掉。是。那所以可能是無人機打到他旋翼，可能是一個炮彈過去打到他某一個地方，你知道，就是他沒有全毀，所以他下來之後2個人還活的，這是我目前的判斷。至於他會不會故障，不知道，目前看到的資訊完全找不到。美伊戰事，今天帶觀眾朋友持續來關心到是伊朗擊落了敵軍哦。這一次呢是第2架的美軍 F-35，為什麼突然間緊急迫降了？等一下我們會有比較詳盡的一個解析。另外呢，在此刻伊朗秀出的就是它的迷你潛艦伏擊了荷姆茲海峽，等一下也會一起來看這個潛艦。那川普想要修理伊朗，但是德黑蘭沒有想到他先送了驚喜。好，在留言板上，觀眾朋友可以先留言給我們哦，說接下來的美伊這場戰事到底誰可以撐得比較久？如果認為是伊朗的，可以寫下1；如果認為是美國的，可以寫下2，來跟我們做更多的互動。這一次川普又再度的開罵了，我們來看他怎麼說。他說，伊朗當局對美國的和平提議的回應根本是垃圾哦，美伊停火現在已經是可以說只是靠着維生系統在硬撐着了，也換句話說，是不是隨時都有可能爆發下一場戰爭呢？因為川普馬上有了動作，召集了國安團隊正式的來開會，研擬接下來對伊朗的下一步行動，要對德黑蘭他如果不聽話的話，要來稍微修理他一下，這是川普說的。接下來可能做的行動包括恢復自由計劃、護航荷姆茲的行動。第2件事情說呢，對伊朗還沒有
遭受打擊的25%的目標，可能接下来美方就會重啟大規模的空襲行動了。川普說完之後，我們來看到伊朗怎麼回應。這個是國會議長說，伊朗的武裝部隊已經準備好了，嚴厲的要來做回應。有任何的攻擊，敵人將會感到驚喜。而軍事行動上，馬上就有了大動作，在荷姆茲海峽部署的。今天特別來看到這個是國產的加迪爾級的迷你潛艦，隨時要用上場。它可以做的事情不是一個正面迎戰，而是它可以偷偷的潛伏，並且貼近航道之後，甚至是布設水雷。現在擔心的事情是，它會不會把這個迷你潛艦搭配其他的一些一些武器，不管是無人機、飛彈，來做一個聯合的作戰。那川普接下來說要修理德黑蘭，他又可能會採取哪一些行動？大使怎麼看？对，现在就是说，事實上，荷姆茲海峽現在這個伊朗封鎖的範圍不大，所以美國幾次試圖想要突破進入荷姆茲海峽伊朗封鎖的水域伊朗就用發射這個導彈的方式美國伊朗都說擊中了2艘，那美國就是不吭氣，可是呢，美國立刻就溜了，所以美國不敢在那個水域跟伊朗怎麼講這個正面衝突。只要是那個地方實在是一個死陣那個陣你一進去你知道你再強的武功你進去你也是怎麼萬箭穿心，因為水域太窄了，而且這裡面伊朗有它的這種所謂的地對艦導彈這種地對艦導彈的話，20公里200公里射程就夠了，因為那個海峽沒有那麼寬，它只要從陸基發射，你就很難逃過去。所以美國幾次試探都是一打就跑，那一被發現一打就跑，那有沒有被擊中，美國也不說。不過現在就變成就是說，不管是迷你潛艦、水雷、無人機那基本上都是在這個小的範圍。那小的範圍，美軍艦艇不進去的話，你也無用武之地。你這個小潛艇，你也不敢出自己的封鎖範圍。所以我覺得就是說，伊朗基本上它的所謂的秘密武器還是那個超高音速導彈，那可能是比較精準的這個地對艦的導彈或者空對艦都有可能，那可能就會對美國在這個阿拉伯灣裡面這裡面的就阿曼灣之外阿拉伯海的這些現在美軍的這些封鎖這個荷姆茲海峽的主力的部件它可能會加強攻擊。其實過去它一直在攻擊，從來沒有停過。可是我覺得伊朗基本上也不想把這個戰爭提高到你把一個美軍的主要戰艦你擊中它或者擊傷它。因為這一定會造成美軍更大規模的報復，這種報復的話，對伊朗來講，它不是他所預見的。所以如果美國是小打的話，25目標由它重新打的話，而不是說停戰以前那種密集的打法的話，伊朗還是怎麼樣等比的報復。那可能會有一些新的導彈，可是它要造成的傷害跟造成的傷亡伊朗還是會控制的。因為你造成太大的傷亡跟傷害的話，那回過頭來，美軍就要加強。那所以就伊朗的這麼長時間一個打法的話，我覺得它會有新武器出來，可是不見得會增強對美軍或造成的傷亡或者那個對美軍的敏感目標它也不會輕易攻擊。所以我覺得這場戰爭基本上關鍵還在美國。你看川普說基本上人家是靠維生系統撐着也好。可是你要打的時候，你都說稍微修理一下，以色列、伊朗就會稍微回應一下。原因是什麼呢？油價，還有美國國內的反應。倒不是說還有就是怕犧牲。所以這3點存在的話，川普就會稍微輕輕點到為止，點到為止。好，這個是美國的動作，也還是有非常多的顧忌主要是擔心這個油價高漲對於川普接下來民調的支持度會有很重大的影響。那一邊呢，美國說有這個軍事行動，一邊又說想要和談。但是我們來看到，目前為止看起來以色列到現在還是不想要收手嘛，尤其是我們在軍事行動上面可以看出一些的跡象。因為呢，在11號這一天，我們來看到最新消息，伊朗軍方宣布說有一架呢入侵伊朗西南部的敵方偵察無人機被伊朗的防空網給擊落了。那不知道國籍，但是現在外界推測可能是以色列製的，這個是赫爾墨斯900無人機。
重點是它來頭不小，帶觀眾朋友稍微了解一下它的小檔案，是中高空長航時的偵察無人機，可以隨時進行的是勤監搜的一個任務，能搭載光電、紅外線跟孔徑雷達，適合偵察伊朗的防空部署還有軍事目標。那更尷尬的事情是，大家還記得嗎？當時不是 F-35出事嗎？第一架，現在是說短短24小時之內，2架美軍的 F-35戰機在阿曼灣的上空接連發出了7700的緊急代碼，發生什麼事了呢？外界現在懷疑了，因為伊朗他不是說他會有新的一些戰爭的打法嗎？跟這件事情有沒有關係？那幹哥又怎麼看？好 ，OK， 我們先看那個伊朗這個擊落了以色列的那個 Hermes 900型哈，其實赫爾墨斯它就是 Hermes 的意思，這是希臘神話裡面的競技神的意思。那它這個 Hermes 900不是一般的無人機，它是大型長時間滞空无人機，它可以在天上待命，等你決定打或不打，可以等你20個鐘頭，可以等指揮官等你20個鐘頭，是可以長期滯空的，而且它身上帶的，身上可以帶着350公斤的籌載，也就是它可以帶4枚地獄火飛彈，所以它不是一般的無人機啊，這次被伊朗的綜合防空遠程系統打下來啊，所以我是在想，這一架無人機你飛得太裡面了，你飛得太深入了，才會被伊朗打下來。現在回過頭來看，在阿曼灣上空，2架 F-35同時遇難嗎？7700我們講過了，是緊急代碼。對。那這個7700代表說它已經不可控。這架飛機，我現在飛行員已經發出這個代碼，就代表說我不可控了。那我們現在來看 F-35，老實講一句，它有可能會遇到2個問題，2種可能性。第一種是什麼？第一種就是說，在24小時裡面，2架都發出7700的代碼，代表的是他們遇到了防空飛彈攔截嗎？如果是防空飛彈攔截的話，發出的就不僅僅是7700，應該要發出 Mayday， 更明確的指令 Mayday， 飛行員直接就講了，就等於是我已經被擊中了，我被擊落了。可是，在24小時裡面，2架都被擊中的可能性大不大？這又是一種不能夠讓人家能夠理解的。所以，伊朗這方面也沒有公布正確的資訊，美國也沒有。是，但是我認為說，他們可能以色列的美國的 F-35飛行員，他們可能遭遇到什麼問題？他們可能遭遇到不是正規的大型防空雷達照射而被擊落。他們是碰到什麼？他們是碰到肩射飛彈，放在肩膀上，一個士兵就可以發射的飛彈，非常小型。為什麼？這種小飛彈它不靠主動雷達的，所以當 F-35在飛的時候，飛彈來襲，他不知道，因為他靠的是被動的紅外線導引。也就是說，這個肩射飛彈它是被動，它只要碰到你有紅外線我才打你。可是如果是紅外線的話 ，F-35不知道。除非是主動雷達照了它，敵方用主動雷達照我才知道說我被雷達照到了，我被鎖定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F-35才會開始閃避、躲、發射熱焰彈等等。你會被那個最傳統、最原始的紅外線的那個導引飛彈給騙住了。所以軍事武器本來就是這樣的，越高級越精密，你越能夠抵禦。但是那種一個兵就可以帶着那個飛彈，你更不知道代表什麼。F-35你飛太低了，為什麼你知道？我剛才講的那個紅外線導引飛彈射程只有8公里而已，能夠打得到你的話，代表你已經等於是飛得在200公尺左右那麼低。好，這是第一種可能性。第二種可能性，我們就要講 F-35它的前世今生。第二種可能性就是，我跟你講，我電腦出問題了，我必須要迫降。為什麼？因為我的電腦問題實在太多了。F-35到現在你知道，上次我說過，它有800項軟體到現在還沒解決。800項軟體問題沒有解決，請問一下，現在解決了一半了沒有？不知道。我現在在講一個最新的，就是說，美國五角大廈問洛克希德馬丁公司 TR3 計劃現在做得怎麼樣？什麼叫 TR3 計劃？就是 Tech Refresh。
就是 F-35的升級系統 Block 4，到現在你們公司做得怎麼樣？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說很快，我們大概明年就会可以做好。那明年要做好，今年出厂的飞機怎麼辦？他說先用縮水版，結果日本第一個說不收，日本馬上不收，澳洲也說不收，然後五角大廈說他們都不收，盟邦都不收，是美國空軍自己要收嗎？你還要叫我們拿這個縮水版、陽春版，不行嘛，對不對？為什麼？因為遭遇到軟體的困難，它總共有88項升級，現在通通停擺。一架飛機1億2千萬，你告訴我用陽春的系統，日本說我不要，澳洲也说我不要，所以現在美國空軍現在暫時能夠收到飛機的都是陽春版，美國不會容許一個公司這樣子誆他們，所以他現在到底是遇到的，我跟各位講哈，只要 F-35遇到了電腦問題的話，它就會發出7700，為什麼啊？這個水平緯度不會動了啊。然後這個姿態儀不對了，那會摔下去的嘛。所以究竟這2架 F-35在阿曼灣上空，後來緊急降落在扎夫拉的阿聯酋的基地是為什麼？說句實在話，被防空飛彈擊落是有可能的，但是呢，這個很可能不能夠逃過很多軍事網站的法眼。然後另外第二個就是它的電腦系統，我剛才講那麼多。它的電腦系統出了問題，它必須迫降，代表它故障的頻率太高了。接下來還會有第3架或第4架，我們也不會覺得奇怪。如果有一天 F-35再損失的話，對美國來講，對他的對川普的臉就是狠狠的打了一巴掌了。对，好，24小時內哦，2架 F-35迫降哦，到底是內部電腦的問題，還是外部可能有飛彈等等，這個還要持續的做追蹤，但是已經讓美軍是顏面掃地了。那另外一方面呢，這場戰爭打到現在，到底有沒有要停？我們可以確定的是，以色列幾乎是可以說是不想要停，還想把美國再拉進戰爭的泥淖當中。因為呢，納坦雅胡公開喊話說要進入伊朗強行奪取濃縮鈾，拆除它的核設施，到現在還是繼續的這樣子喊話。但是呢，另外比較弔詭的事情是，那波灣國家的態度到底又是什麼呢？華爾街日報在此刻突然間又爆料說，阿聯曾經對伊朗境內的目標發動秘密空襲，打的就是伊朗境內的一座煉油廠。那川普此刻好像是想要跟盟友開始劃清界限了，他甚至跟納坦雅胡通話的時候劃界說，美伊的停戰談判是我的事，是美國的事情。那上這個又怎麼看？其實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主要就是在觀察現在這個中東戰爭有沒有一些特別的這個對象，它是一個變數。那在國家方面，其實就阿聯酋哈，我想其實阿聯酋本身它的除了它先前退出了整個這個石油相關組織，跑去北京，然後就宣布要自主獨立。華爾街日報這次披露，他在4月初的時候，可能曾經去偷偷的去打了一下這個伊朗的這個拉萬島的石油設施，報復了一下哈。當然，現在阿聯酋自己的外交部是完全拒絕評論，那麼這拒絕評論也沒有否認哦，所以還是比較微妙的。所以說，就是說這整個現在來講，對於伊朗或對美國，其實都仿佛有一些意見要走自己的路，所以這個是阿聯酋。不過大家其實更關注的，其實還是納坦雅胡。因為呢，納坦雅胡最近真的有點火大，就像剛剛思敏講的，哇，就突然又爆發了。我想他已經壓抑了1個多月哈，在這個美伊談判的過程裡頭。不過其實大家比較還是關注的不是納坦雅胡個人如何，而是川普有沒有受到納坦雅胡的影響。其實我們最近大家在評估，我想其實在國際上來看，因為過去就覺得說整個這場伊朗戰爭其實就是美國歷來的總統當中，就是川普被納坦雅胡騙，這已經幾乎已經被半證實是如此了哦。所以我們看最近其實川普看起來其實對納坦雅胡是不假辭色的。首先呢，就是最近其實屢次談到現在美伊談判的時候，因為納坦雅胡跟川普經常都在通電話的，可是呢，這裡頭就有傳出川普其實對納坦雅胡直接講說 "That's my situation"。他不是說 my business，my situation 是比較禮貌的，就是說我的局 ，not everybody's sales， 就是說不是別人的事。所以這裡有表示說，你不要管我了，這是美伊談判我們自己經營，你以色列不要插嘴，也不要提任何的意見。在此之外的話，其實在早期我們知道，在大概約莫3月中的時候，因為以色列又去炸伊朗的油田，在當時其實川普有火大，也有很正式的講說不准炸。
他有表達強烈，這是3月的時候。其實後來其實還有黎巴嫩哦，美伊戰爭在美伊談判開始的時候，又在炸黎巴嫩。其實這個是川普其實歷來對於納坦雅胡以色列比較兇的，他當時就說禁止，而且他講說 enough 用大寫。夠了，就是你不要再炸黎巴嫩，就影響我跟伊朗的部分的談判。所以看起來，其實確實是川普對於納坦雅胡。然後美國有些評論認為說，川普作為商人，他最討厭被人家當傻子，被人家玩弄。他後來還是真的醒悟過來，覺得被玩弄了。但是這一切是真的嗎？猶太人跟美國的關係，川普跟以色列關係，真的能夠就這樣撇清嗎？所以也有人認為他一切就為了期中選舉，讓川普覺得跟納坦雅胡跟以色列有所切割、有所冷卻，來滿足現在其實美國國內有很多反以色列的這個聲浪。來看到的是美軍的 F-35出事了，突然間我們會來看到是它發出了7700的緊急求救的一個訊號。那另外一方面，伊朗也祭出了說另外一個大殺招，就是它的布哦。这個布是可以製造200枚的核彈，會不會正式曝光呢？另外，川普在政治上壓不住納坦雅胡，美以經報現在出現了重大裂痕。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我們來看到的是美軍不是有最強的逆中神話 F-35，為什麼突然間出事了呢？就在伊朗軍方才喊說，如果敵人再度的侵略伊朗的話，那麼會重啟全新的裝備、全新的戰法，並且會有一個全新的戰爭。結果就這麼巧，同一天立刻的一架美軍的 F-35在阿曼灣的上空，也就是在荷姆茲海峽的附近，突然間發出了7700緊急代碼，代表的是戰機可能出現，通常會出現這個7700，可能就是它出現了故障，或者是遇險，甚至是失控，才需要緊急的求救。我們來看到第一時間，美軍其實沒有公開說明為什麼7700掉下來，大家也在看說跟伊朗的電戰系統難道有關係嗎？伊朗的媒體在第一時間也大肆的報道了這一起意外的事故，那麼也被視為是伊朗他過去曾經用肩射飛彈創下來之後，全球首次擊中 F-35的記錄，而這一次又是第2次的一個最新的記錄嗎？美國的逆中神話是不是正在被破解？現在外界也在看到底怎麼回事，是純事故還是受到電戰的影響？這一起事件跟伊朗到底有沒有關係？賴老師怎麼看？電戰的影響不能完全排除了，因為F-35本身高度依賴網絡，所以它的 GPS 如果被欺騙或是被干擾的話，它當然有可能會發生一些故障，這個在過去有發生過啊，這是第一種。第二種，雖然它是高度逆中，但是因為在高度逆中的情形下它本身的發動機所排出來的熱氣那它本身產生的紅外線容易被偵測到，這個也是對於它來講也是一個致命傷這個對於 F-35都是沒有辦法避免的。但是如果說以 F-35的出事率，我們最近怎麼老是聽到什麼 F-35又掉了 ，F-35又掉了如果以出事率的機種來看的話，那其實它不算高因為它的生產製造已經有800架到1000架左右了。那目前掉了9架。可是因為9架大部分都是美國的，那美國大概有600架，美國掉的多幾乎都是美國人在掉，所以大家才會感覺就是說是不是美軍有問題那因此呢會不會是被伊朗所偵測出來？也就是伊朗的雷達採用這種熱追蹤的方式偵測到這個 F-35，然後再採用這個俄羅斯提供給他的這種這個 GPS 的欺騙跟干擾器然後造成 F-35本身的誤判，這都有可能發生，我們都不能夠說排除這不可能發生因為以目前俄羅斯也希望他的武器能夠在實戰中能夠獲得證實、獲得驗證其實如果大陸能夠提供給伊朗，但是因為大陸目前是不願意提供嘛對。但是如果能夠借由伊朗的戰場，因為目前來講，美軍在伊朗戰場中使用 F-35的幾率是高的。你如果能夠提供給他武器去能夠偵測得到 F-35，也能夠把它欺騙，也能夠把它干擾，甚至讓它出事，這個對於這個必殺器來講是很重要。那我們當然實際上的情況我們沒有辦法完全掌握，不過我覺得都是不能排除。但是機械故障或者維修的問題，我覺得更不能排除。為什麼？因為本來 F-35就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它是軟硬的一種高度結合的一種戰機。這種戰機本身在維修方面就很困難，技術上複雜，維修困難，零料件補給困難，
維修的時間要長。那你想，在目前的戰爭的期間，這2個多月來，美軍高度的使用 F-35戰機，高度的使用會使美國的中央司令部在 F-35戰機的高頻率的使用的過程中，它的維修維護的時間夠不夠啊？它的精密度夠不夠？還有它本身的零料件的普及夠不夠？我覺得這個都是要美國自己最後來證明，說它本身的維修補給作業在戰時中有沒有出現什麼樣的問題。但是這是第2次7700的訊號了。上一次的7700的訊號是這個 KC 啊，這個135，也就是空中加油機。但是那一架飛機到目前為止，美國沒有公布它的行蹤。有人懷疑說它是不是墜海了，美國也沒有說，也沒有說它墜海了，也沒有說它安全迫降，也沒有說它降落在哪裡，沒有。現在的情況，大家也在追蹤這一架的 F-35最終能不能在哪裡出現。那如果都沒有，有沒有可能也墜海、飛行員獲救等等？目前來講，美國的軍事情報的軍事新聞都不滿足大眾的需要，我們也沒辦法，因為就要問美國，你什麼時候願意把這個新聞透明化、自由化？這個你口口聲聲講要新聞自由，看起來你每次一碰到問題，你都做不到。是好，所以我們看到这個五角大廈真的現在非常的頭痛哦，就是他們这種高價值的戰機最近真的頻頻出事，已經是近期內第2起發出7700訊號的戰機了。那這一次甚至是 F-35，到底出了什麼事？是美軍自己內部的問題，修補這個武器的問題，還是說受到了伊朗的電戰的影響？其實到現在不得而知。但另外一方面，其實美軍五角大廈這邊還要更擔心的事情，還有就是針對於伊朗的核問題，先前他們很擔心的是伊朗的濃縮鈾的這個濃度哦，但是現在他們還要擔心的是來自於美國核武專家的警告，真正的風險或許不是大家所知道的鈾了，現在問題可能是出在另外一個鈽這個的身上。來自於核武專家也指出，伊朗的部分核設施是可以透過這些用過的燃料在處理之後提取出鈽這個材料的，而且美國國防部高官也說呢，相關累積的材料可以制造超過200枚的核彈。解放軍其實呢先前就已經提過類似的觀念了，他說日本目前累積44噸分離鈽，足以制造5500枚的核彈頭。那麼伊朗的情況可以說幾乎跟日本一模一樣，也就是說伊朗也可以跟日本一樣一夜永和嗎？那小艦長怎麼看？其實啊，我們看到現在對於伊朗到底它的核子或者是現在講到鈽發展的這個境況來講，那美國啊，他們也有非常多的國安人士講各種的話，可是真正該講話的是誰？應該是聯合國的原子能總署啊，它監控了所有的這一個各個國家的核電廠。為什麼？原子能總署到現在吭都不吭一聲，但是原子能總署不斷強調，也就是400公斤的這一個濃縮鈾的部分。那如果我們講到說啊，是不是可以很快速的做成這個200枚的核彈的話，其實應該是肯定的。那只是伊朗有沒有這個意願而已。為什麼？因為其實伊朗發展這個濃縮鈾，或者是我們講到說提煉出鈽，已經不是最近的事情了。它最早發展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就開始了。那真正進入全世界的這個目光焦點，其實是在2003年之後，也就是伊拉克的紅色黎明行動逮捕了海珊之後，現在大家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到這一個伊朗的身上，這個時候就開始了所謂的P5+1，也就是伊核協議的部分。但是伊核協議後來為什麼沒有辦法推動？那就要問我們的那個川普總統了，因為就在2018年他擔任總統的時候，直接退出了伊核協議。現在我們看到的，伊朗跟美國之間的談判的非常多的部分呢，其實也都是那個我們剛剛講的伊核協議的遺緒啊。但是我們看到這個日本，它是44.4噸的這個鈽啊，那我們這個也是很有歷史的事。我們來看啊，如果從這個《華爾街日報》它的講法，這個是2015年的哦，也就是11年前的新聞哦。他們那個時候就已經提出了，實際上來講，日本它會有很多的
這個布的產生，而且這個布的產生會因為它自從這個大地震結束之後，慢慢的重啟核電廠之後，它的布產生的數量更多，所以現在如果按照那個時候的數據是47噸的分離布，如果美國這麼在意伊朗的400公斤濃縮鈾的話，他為什麼不去看一看日本47噸的這個有關於布的問題呢？而且還不只是日本奇怪了，另外還有一個國家也是也就是烏克蘭。烏克蘭的這個數量也是嚇死人。我們看到烏克蘭如果按照2022國際原子能總署它的一個說法的話，它到底是有多少的一個濃縮鈾來看的話，它這裡講到的也就是從扎波羅熱電發電廠，它已經提煉了3萬公斤的一個布和4萬公斤的濃縮鈾，在這2個無論是東亞或者是東歐的戰略斷層線上的美國代理人的這些國家，例如說我們剛剛講到的，在東歐的烏克蘭，在東亞的日本，他們都有這麼多的布跟鈾，那為什麼美國始終都不講話，然後一直在追這一個伊朗的問題？其實這個才是真正他那個美國對於地緣政治、大國博弈真正的一個想法。好，所以我們看到其實非常多的國家，不僅僅是伊朗包括了日本烏克蘭等等，都可能快速的擁有核武，他們都擁有布這樣子的一個原料，這樣子的一個材料。但是我們來看到說，那這場戰爭打到現在，其實川普是很想要停下來的。但問題的關鍵點就是說，那接下來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會願意讓川普停下來嗎？因為呢，納坦雅胡最近他的這個話語之間顯得有點詭異，他不斷的強調說，我幾乎跟川普可以說呢是每日都在溝通。那大家覺得說他為什麼要一直不斷的強調，有一點奇怪。衛報這時候就爆料說呢，美國事實上現在已經在主導停火了，而且呢偷偷的還把以色列放在核心決策圈之外，以方的部分官員是只能透過情報系統被動得知各種消息的，而且呢有一些事情是在川普心裡对納坦雅胡非常不滿的。最新爆料的是前以色列的外交官透露說，納坦雅胡当初对川普有下一個判斷是說，他3到4天之內可以擊垮伊朗政權。結果沒有想到，我們看到都已經過了差不多2個月的時間了，完全打不垮伊朗那讓川普對納坦雅胡是極度的不滿。還這個時候呢，納坦雅胡還公開放話說，要直接進去把伊朗濃縮鈾拿出來，甚至準備對伊朗進攻。看起來川普跟納坦雅胡嫌隙會不會接下來越來越大呢？那現在面臨的不管是高油價還有面對到盟友或者是內部對於川普的不支持度，會不會川普會把這一切都怪在納坦雅胡的頭上？那老師又怎麼看？我覺得倒不是嫌棄的問題，他們倆其實私下我覺得感情是蠻好的啦，不管是父子情誼、兄弟情誼。也就是納坦雅胡說，我幾乎每一天還是跟他在通話，這應該也是事實。也就是因為納坦雅胡急了，也慌了，川普你不要和談好不好？我好怕，因為說不好聽，你一和談可能就是納坦雅胡的夢魘呀，因為他違背他原本最強的意志，消滅伊朗而是以色列把川普拉下這個。不是拉下水拖下水，是拉下泥沼，越埋越深。那現在美國現在原來他講便宜行事，沒有想到你知道嗎？他打不起，他不是應該說耗不起了，也玩不下去了。他只好為了他中長利益的考量，他必須和談嘛。他急於和談，這時候呢，我如果再跟你納坦雅胡，雖然你打電話來，我知道你是希望我也喜歡你，但是我會幫你。你可能會破壞我去和談，我一旦又被你說服，我美國未來怎麼辦？我選舉怎麼辦？他緊張嘛，所以他怕他破壞，是因為他為了考慮未來的隱憂繼續發生，所以他會隱藏一些東西不讓他知道。現在我看連以色列的莫薩德這個系統都可能拿不到 CIA 的情資，都不知道川普你到底還要怎麼做，因為納坦雅胡怕了。還是一句話，攻打伊朗一開始，你看就是以色列之重中之重，不是這樣嗎？好，從這個當時的巴勒斯坦開始，大家都知道這一路的故事，從歷史看到現在。但對美國來講，你是重中之重嗎？基本上不是。好，他只是便宜行事。我這樣分析過，第一個，他順便幫你他喜歡的以色列呢，他喜歡的猶太族去攻擊伊朗，也可以達到他要的目標。第二個就限制你伊朗的
濃縮鈾我可以完勝。他一直以為像那個委內瑞拉的做法一樣，我一下可以輕舉你，然後可以完勝哦。你的這個核武的這個計劃，你可以完全被我否決掉、抹滅掉。你的導彈就不會再做哦。未來你代理人，你也別想去幫代理人做任何的這個支持了。他以為他可以讓以色列開心，第二個也可以完全完勝這個，完全制約這個伊朗，結果沒有想到輸了。第三個，他原來還偏心，認為說我這一邊一定很輕鬆打完嘛，打完以後國際盟友一定對我更肯定，覺得我夠厲害。第四個很厲害，他可以降低自己的威脅，因為只要伊朗是他敵對的這個國家合作出來了，甚至導彈做出來，就是他將來的一個威脅。最後一個原因就是他的最大对手大國博弈的我們的對岸，他可以用這樣子打擊伊朗之後，讓對岸知道，開玩笑，我們是什麼國家？你看，你的好朋友，伊朗基本上 Queens 嘛，算是美國稱的所謂的中俄之間的好友。這時候你就不要再這個跟我敵對了。我跟你講啊，這個問題很明顯，也就是納坦雅胡現在急了，他必須常常要跟川普講話，可川普有點害怕，一直講會被說服，所以會想擋他。因此，他們倒不是所謂的嫌隙，而是他們的戰略方向的確產生了衝突。他不得不做為了自己的中長利益，做他必須要急於和談的做法。